回到了3把刀的舞台了。哇，回娘家，感觉真好啊！哇，非常的亲切，真的没有想到这么久了，大家又可以回来了。能来到这个场地再一次比赛，是我们的荣幸。哇，好像很大这样哎。是，没有什么变呢，还是一样呢？有啦，有变啦，有。其实这一次的主办的设计，这是有照片的。哇，这就是以前做的菜嘞。前几季的，哇，很激动哎！我们看到很多我们曾经做过的菜，我们很感动啊，这种。在这4季里面啊，在很多不同的挑战里面，逼自己做了这么多的菜出来，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。哇，现在是第5系列了呢，做了这样多菜，你看。我们其实也从中学到很多不同的食材了哈。那我们也跟参赛者学了很多东西啊，对，是交流啦，交流。为什么给我们看这些东西？给我们回忆，回忆一下啦。哇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有这个数字15、12数？想不通是什么来的了。这个应该是送出几把刀吧？可能这个就是我们曾经留下了多少把刀。恭喜3把刀！过去7年4个系列，迎战64位来势汹汹的参赛者，你们守住了42把刀。哦，15。没有想到我还可以守到15支啊！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对手真的做的也相当的突出。每一把刀都代表你们的精湛厨艺和沉着面对，但是每一把刀都承载了一些参赛者他们的不满和不甘心，所以现在他们将带着经验和斗志，再一次挑战擂台。216道精心烹制的佳肴，108场刀光火影的对决，64位民间高手奋力拼搏，却仅夺下26把刀。4个系列过去，他们的夺刀征途尚未结束。有哪些勇士会卷土重来，再战擂台？全新一季的3把刀，3位师傅再度携手徒弟，齐心迎战。欢迎3把刀和徒弟们，欢迎！3把刀之再战擂台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之前跟大厨们交锋的挑战者，他们会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擂台，再一次的挑战。他们这次还放话说，他们至少要夺下10把刀。没有想到是一个 comeback 啊！蛮开心的，可能这么久了，他们不懂厨艺有没有进步啊？可能是大家都有备而来啊。可是我觉得不应该有10把刀，不然会几把？6把。过了很多系列，我们也遇到了很多不同的参赛者，不同的挑战，我们也进步了嘛。但是你们3把刀不用担心嘛，要下场的话，一定要先经过徒弟这一关，对不对？徒弟来问一下徒弟，他们已经知道我们的场地，知道我们的弱点是什么，所以啊，他们的胜算一定很高啊。但是我觉得对你来说没有问题的。Chef D 再战擂台有信心吗？有，还是会全力以赴了。Chef Alvin 担心吗？因为7年之后啊，他们有更多的经验，更多的斗志。不担心了，要做什么就做就对了。刚刚来。好，有比赛就少不了我们评审，马上来欢迎我们的嘉宾评审钟情和李腾。钟情有当过3把刀的评审吗？有，应该是第3还是第3系列？第3系列，对。可能有一些参赛者你有见过的，是，所以很期待他们有什么新的作品，还有哪一些进步。好，另外一位评审刚刚当爸爸，对，李腾刚当爸爸的感觉how is it good？很好，太好了。这一次我们这个再战擂台，你对挑战者有什么特别的期待吗？期待他们带出更不一样的一些料理，而且经过这么多系列，我相信他们应该很清楚每一位名厨的手法跟套路了。所以我希望说今天真的能够看到那些民间高手是能够挑战成功的。好，挑战者强势回归，3把刀和徒弟们也要来一个口号来提升一下士气，好不好？3把刀一条心。我有回敬你们一句：再战擂台不死心。再战擂台不死心。那第一位不死心的挑战者是谁呢？马上来看一下。哟，哇哦！所以这2道是他呈现的菜，有谁直接可以说出这参赛者的名字是什么？摆盘是有一定的实力啊，那徒手夺刀感觉上很厉害哎。这个应该是高手。我觉得这个是专业厨师，
没有印象啊，太多了。那这位挑战者其实，应该李腾比较熟悉。哎，哦，第一季的吗？师傅，我来了。讲探行动的时候，我是抢救他的，他挑战 Chef Eric Diu。他刀法还很不错。在这时间这么短，然后你做这道菜已经是不容易啊！恭喜 Benson 挑战成功。我想继续挑战 Chef Eric Diu。他用这种可乐来去腥味的，一般都用在大肠、小肠。第2把刀，恭喜 Chef Diu。有一点失望，因为真的很想跟师傅比一下。每一次转折都是全新的蜕变。我从小贩起家，靠实力夺下了烹饪冠军，也用热情经营着网红酒吧。现在我用行动证明，拿下3把刀绝不是梦。师傅，我又来了。欢迎第1系列获得1把刀的挑战者 Benson。7年了，师傅好。你好。当时他在比拼的时候啊，我好像也在场的，对不对？是，你是评判，我是评审嘛。你们换位，换位置嘛，对对对。钟情其实你有跟他接触过？那个时候是抢滩大行动第1系列的时候，对，我们是来抢救他的小贩的档口。所以当时你的师傅就是Chef邦。这7年来啊，你都在做了些什么？最近都在卖酒，用那种中国白酒啊来 food pairing， 还是用酒来入菜之类的。OK。当时你参加的是第1系列，是的，只看到这3位。对。后面那3位没有看过，没看过，没有看过。那时不用打这样多人，不用这么辛苦啊。对对对。游戏规则我们请徒弟来跟你说一下。其实我们3位徒弟呢，就是把关者，你们需要赢了我们才可以对垒我们的师傅。然后你赢了师傅呢，你就有机会赢了1把刀，还有2000块钱的奖金。那接下来呢，你可以选择把奖金带走，或者留下奖金继续挑战第2把刀，还有3000块钱。输掉的话，奖金也是没有啦，但是你可以把刀带走。打赢3位师傅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成功拿到3把刀，还有4000块钱的奖金。所谓挑战要有个好的开头嘛，当然是想帮我们的团队赢更多刀嘛。其实压力还挺大的。3把刀再战擂台 ，Benson， 你选择挑战的第1把刀是哪1把刀 ？Chef Eric Diu。哇！为什么这次会选择 Chef Eric Diu？因为上一次是输给 Chef Eric Diu 嘛。哇！所以现在要从那个坎那边走过，就必须再挑战 Chef Eric Diu。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了。是的。哦。每一次开拍第1位出场的，每次都是 Alvin。客气的是 Alvin， 又是你了。我会努力，师傅，我会努力的。相信我。好，说到主食材，一定是我们的挑战者选出的吧，对不对？来 ，Benson， 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主食材是，请看大屏幕。哦哟，哇！鱼吧，鱼，本地的。这小条像一干比利这样子。鱼啊！这个系列，如果挑战的那位师傅从画面上猜出正确的主食材，你将会有一个 bonus。商量啊！我觉得是 reasonable， 因为这个是本地农场嘛。看起来是本地农场，还有一个 Marine Tilapia 呢，有可能有2种啊。它的那个颜色有一点比较深一点，那个 Red Tilapia 没有这样深，可是它很小。Chef Alvin， 请问主食材是什么？我猜了，红鲷鱼。红鲷鱼就是 Red Snapper 了。答案呢就在冰箱里，请你自己去揭晓。冰橱里面。哎呦！冰橱里面。哎呦，好像没有什么对的，也是红红的嘞。这是罗非鱼，我本来想要讲这个，那我害了他，也不可以怪谁，因为最后是我自己决定的嘛。海水罗非鱼，这是 local farm 的。
本地养殖的海水罗非鱼，采用颗粒饲料喂养，营养又环保。有别于一般淡水鱼，海水罗非鱼不带土腥味，肉质更细嫩。本地渔场稳定供应，较短的运输距离，可降低碳足迹，也确保鱼肉的新鲜与品质。来，煮鱼汤。好，要什么？煮汤就姜葱，姜葱你那边有没有？我有。哎，我有干贝，来冲。这个鱼口感特别好，所以它是在新加坡的那个海域里面啊，大力的养殖这个。目前现在开始要到市场去，然后超市可能你看得到，就是有这种切好的啦，切片的 filet 的那一个就有。我打算做一个虾的面呢，就要挤进去它的鱼汤里面，做成一个面条这样子，比较中式吧。我会掺杂了一些泰式还是 local flavor 的。你要怎样增添汤的鲜味？好了，反正我拿一点菜心吧，菜心。OK 了吗？我要保持那个汤的温度嘛。哎，这个呢？这个可以吗？可以啊。OK，可以。好了吗 ？OK， 可以。来 ，on。Benson， 你是我们第一季3把刀的参赛者。当时啊，有一样东西是没有出现过的，就是在你身后那个钟。你懂那个用处是干嘛吗？暂停时间，这个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在我们之后的3把刀有一个叫做邦邦卡的。你敲钟之后呢，所有要暂停，所以邦邦卡就会出现。那你会选择3张卡的其中1张，看你抽到的是什么。蛮特别的，是因为有这个邦邦卡的环节。第一系列我们有是一个什么机会跟命运的选择，其实对参赛者来说也是蛮需要的啦，因为毕竟他们是要挑战民厨跟他的徒弟们嘛，给他们一些的优势是好的。OK， 你知道你的烹饪时间有多少吗？45分钟。师傅的呢？35分钟，少了你10分钟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，准备好了，45分钟计时开始，来了，来。来了，我看到你这里有很多油哦，所以待会你会炸是不是？炸那个鱼，炸鱼。那现在我要先煮饭 ，OK， 放一点斑斓叶，因为我煮的是有一点巴黎 style 的。OK， 现在你要准备什么？鱼。这个看不出是鱼耶，没有，这个是拿来丢进去的，就是给那个油比较香嘛。哦 ，Chef 棒，其实，在炸东西的时候加青葱会有作用吗？肯定会有啊，类似有一些用葱油来提鲜嘛，所以它这个放进去，好像那青葱跟那个姜里面就会溢出来那个味道。我这里看到你有很多辣椒哎。哦，辣椒你下来做一个烧辣椒酱，因为以前我有在那个巴厘岛做工过，然后那种乡下啊，就用那种椰壳去烧东西嘛。就把那个辣椒放在那个 grill 上面，这个白白的是什么？猪油。我发现它的那个油丢很多东西进去，哎，呀，那个味道才香嘛。哇，所以你这道菜在印尼吃的时候是叫什么名字？它叫做 fried gourami。你在巴厘岛吃的这个罗非鱼哈，对，跟你现在呈现的会有分别吗？还是有改进过？因为它那间店是哈拉的啊，我现在是做 non 哈拉的，有加了猪油，然后我还会用那个茅台酒去腌它。腌鱼啊？哦，去腥嘛。那用这个茅台可能就会增加了那个香味吧。哦 ，OK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去腥是用喷的方式，哎，一般上就是用浸在里面，倒在里面。其实你里面也塞了很多东西嘛。对，姜啊、南姜啊、香茅啊，就只给它去一下味道而已。它现在是腌而已嘛，只是腌而已。哦，腌而已。哎，你又放在冰箱里面，让它休息。放在冰箱休息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 OK， 你要给我休息。哇，来了！加油！哎呦，加油！我来了！加油 ，Chef！ 你这道菜打算要怎么呈现呢？我就要最简单的方式，煮一个鱼汤，然后就拿去 push 熟它。你的鱼汤会是怎么样的鱼汤？就一个浑浊的。 就是加鱼骨，还有一些辛香料。这次我加了一些香茅，给它一点提味吧。Benson， 哇，你现在是要烧焦咯？这个就是烧焦。对呀，要到什么程度？到很焦了，我要把它皮拿掉嘛。还不够焦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OK。哎呦，熄火！
今天的时间掌握得好，就是在烧完辣椒之后，我就盖住给它焖，然后焖的时候我就敲帮帮它，就是说重新开始的时候，我的辣椒就可以拿去洗，所以我的时间就争取得到。好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屏幕上有哪些选择。哇哦，请问 Benson， 你要选择 A、B 还是 C？ 就 A 咯，因为第一关嘛。OK A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 A 到底是什么，请看。来都来了，来都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来都来了就下来吧。来都来了就做咯，这样咯。 OK。刀拿了就回家了，不可能没有做东西就拿刀的。对，不可能啊！来都来的意思就是哦，除了你之外，来到的人可以来到这里，随便拿一个食材走，拿一个食材走。拿走了就9样不见了啊？对，9样哎，很恐怖哎，直接拿走9样食材啊！对于名厨来说，哇，那个杀伤力太大了。我心里面一直想，千万不要拿到我想要发挥的材料。可是我在算其实拿到我9个材料，我应该是剩不多了。这个不重要吧？只是用来点缀的。没有蛋还是可以做到。OK，Chef Bang 就拿掉吧，它鱼汤就可以。 Chef Neil 不要放菜咯，但是颜色就差了。还有九层塔啊。OK， 李成，哇。干贝吧，因为我不是很喜欢吃干贝，就干脆不要。Chef D， 葱 OK。Chef 翔，为什么拿着这个菇？孤单作战，我拿掉菇，他就孤单作战。Benson， 来致命一击，粉吧。你拿掉一个他最想要的东西。鸡蛋不在了的时候，其实下一个成型。但那木薯粉拿掉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伤感，因为只剩下虾，我也变不了什么东西了。现在剩下谁了？你。哎呦，对，还有10集啊你啊。因为虾不是主角嘛，鱼是主角嘛，可以吧，兄弟？可以，怎么会？怎么样都好，就剩下的食材，有什么做什么。时间继续跑动，耶 ！OK， 来，问一下 Chef， 拿了那9样哦，哥你还做得出吗？他现在就是一个碗，一片鱼 ，OK， 没有了，有了。你的鱼，你在腌吗？腌好了。用什么腌？放点胡椒粉、盐，一些花雕酒。花雕酒。所以你的这个汤没有了那些食材，你要怎么煮呢？最主要是那鱼嘛。OK， 所以现在我只是想一些配料在底，可以把它衬托起来吧，就这样子。现在你要怎么衬呢？你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衬。炒洋葱，让它衬起来。对。所以你这个汤里面有什么食材？咖啡蓝粒、鱼骨，然后香茅、昆布、姜葱。姜葱也是去腥嘛？对。Benson， 你这里现在在忙什么？切烧椒酱的葱。所以你烧椒酱里面有什么？蒜，有巴山番干，然后还有那个5种辣椒咯。OK， 时间剩下20分钟，你还没有处理主食材，你 OK 吗？来了，主食材来了，马上出现。先放，就是把那些葱啊、姜啊、蒜啊塞在里面，放在冰箱10分钟，这样会有用处吗？时间长一点会更理想吧。那一般他放的那一些香料嘛，像葱啊之类的。它这样拍了以后，那个酱汁会出来嘛，然后很短的时间就会吸到那一个肉类里面去。OK， 所以一般还是有一点点的作用。直接下锅了吗？哇哦，盖不到上面呢。等一下反过来再炸，先给它定型。OK。Chef， 你在煎番茄啊？没有东西做。就是没有什么食材在我面前去发挥，就剩下那个番茄跟那洋葱去变而已了。那个番茄本来我要入汤的，可是刚好有一个酸干在那里，就做一个酸番茄汤。哎呦，起锅了。它是这个样子，看就觉得很脆。它的鱼是又在炸多次，要逼那个油出来的，它就会很酥脆的。Chef， 你现在在打你的鱼汤啊？对。你要把它搅成很碎吗？没有，我搅那个鱼骨烂。所以你会过滤。OK。叫那个汤拿去煮那个鱼啊。像棒，为什么有些时候煮鱼汤会是透明的，有些时候是白色？ OK， 其实细火煮出来的汤是清澈的，
但你要煮浓汤的话呢，你必须开大火，还要加盖。 OK 它煮出来就好像这种奶色咯。啊，哇，这个贴士还不知道，终于了解了。哦 ，Chef， 你终于炒洋葱了。啊，对，你要怎么炒洋葱？我还有一些昆布在这里啊，要加点汤去煨一下，给它融合在一起。 OK。哇，时间还剩下5分钟。那个 Chef Alvin， 所以你 poach 那个鱼片哦，就是说让它的那个肉质在吃的时候是更嫩，它还很嫩，还很嫩，还很嫩。对，我觉得刚好他们2位哦，展现出一鱼双吃哎。 一个是用炸的，一个是煮成汤的，就2种不同的一个风貌，不一样的口感，不一样的风味。要 flame 啊！刚刚又再喷上那个对，我还要再哦，就让它有那个香味出来。那蒸发了就剩下香味了，没有。呀1分钟啊！哇，1分钟。是，所以待会会淋上汤，把汤给裁判自己淋。 30秒，番茄。 OK， 30秒喽。好了，快！赶紧。对啊。最后10秒钟喽，好紧张啊！好。对，那其他的呢？我要保温，等一下再倒。OK， 好，时间到，停手。太厉害了。其实当我完成那作品的时候，感觉上还是有缺陷的，虽然做得出来。 今天的罗非鱼有达到我想要做的感觉，然后时间也是掌握得好。同样是鱼的料理，但是一道是水煮，一道是炸的。Chef， 你这道海水罗非鱼取了什么名字？鲜鱼汤，新鲜的鱼煮了那个汤，又用回它的汤去慢火煮了那个鱼肉。 然后就腌制一个番茄，所以你可以先吃到番茄，给你开胃一下，这样开始就吃那个鱼，还有一些炒洋葱跟海带。Chef New， 徒弟这一关啊，就是拿走了9样食材，你觉得影响会很大？影响不大了，只是说这整道菜就没有那么丰富，可是还是能够呈现出这个罗非鱼的那个肉质。第2道。 Benson， 这道是什么菜名？这道叫毛香罗非鱼，然后这道菜是印尼风味，所以那个酱料本身他们有放那个豆酱，我这边没有用豆酱，我就用了酱香型白酒去增加一个酱味。那鱼有薄跟厚的部分，薄部分会比较脆，你可以先拿薄的部分去沾那个酱去吃，感受一下那个脆跟那个酱的味道。之后比较多肉的地方，你可以配着那个饭跟那个酱。 酱其实是灵魂来的，如果你的酱没有做好，那它就不可以提升那主食材的特色。我很期待那个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味道，还有那个鱼它炸的时候啊，后面它又加了很多白酒，腌制的时候也有白酒，炸过之后又有白酒。我在想说那个鱼的本身会不会太多白酒？好，到底哪一道菜会胜出？待会儿揭晓。 Benson 能不能晋级挑战他的第1把刀？请公布成绩。站在那边，我心是稳的，因为那个邦邦卡班很大，其实 Alvin 他少了很多食材，所以做出来整道菜的完整度不在了。最后的成品对我来说是50-50了。那当然，我已经尽力了。恭喜 Benson！ 恭喜！哎，哇，这个有 sportsmanship 吧？成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们听一下评审怎么说。Chef Teo， 首先恭喜 Benson， 谢谢。你那道菜外脆内嫩啊，然后那个鱼你处理非常好。可是你是蛮有经验的，然后是第二次回来嘛，所以我 expect more。creativity 从你那边过来的 ，Chef Alvin， 我觉得那个洋葱不需要放在那个汤里面，它带出一个很不一样的味道，把你的那个鱼汤本身的鱼汤你所要的味道，把它拉下了。好 ，Chef Alvin， 我觉得在处理过程中呢，的确是有把那个鲜味带出来。唯一一个小小遗憾是我喝完之后，那个香茅的味道稍微太浓了一点，一直在我嘴巴里面缠绕。那本身这边就是因为你做这个炸鱼哦。因为我吃过一般的炸鱼，它本身就是没有像你做的有那么多的风味在里面，可能你放了很多的一些配料啊，加上那个白酒的关系，所以整个味道是有往上提升，而且炸的火候是刚刚好，
水分也有保持住，我觉得那个相当难得。本身的炸鱼，我就觉得它偏咸了一点。Chef Alvin 的那一道鱼比较符合我的胃口，吃起来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们潮州人爱吃的那个蒸鱼，有吗？然后洋葱对我来说就好像那个一丝一丝的咸菜一样，不过在这里它是甜的，番茄是酸的，所以它整个带给我的感觉是酸、甜还有鲜，我很喜欢这道菜。谢谢。好吧，那就先说 Benson 吧。你在整个炸的过程其实你那个锅觉得很小，其实不是很容易发挥的。但是你要再次的用2回的去炸，就像你所说的，要做到是外脆内嫩这样子。然后说的那一个就是烧椒酱嘛，说不吃起来的话，就是有达到那一种巴黎的味道吧。谢谢谢谢。Alvin， 你一直在强调你做的是鲜鱼汤，但是我觉得配料加的太多了，把浓汤就弄得稍微稀薄一点。其实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再把它收得更浓缩。谢谢。Benson 打败徒弟，我们也有一些鼓励的东西要送给你。哇哦，就在这里。哇，现在还有加礼物啊！打败师傅有刀，打败徒弟也有刀。我们马上看一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小刀，这个是小刀。哇，这个好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很好用，而且很轻，这把刀就送给你。哇，不错。哇，谢谢。好，接着下来啊，你要晋级挑战你的第一把刀。是的，也就是 Chef Eric New。所以这一次再战，你有没有把握取胜？再战擂台不死心。耶！请问你的主食材是什么？请看大荧幕。哎呦，我总感觉好像是辣味之类的东西，因为带一点油油味道黑黑的，然后中间还有黑黑的。但是辣味又没有这种颜色。对喽，海参。海参也不像啊。辣鸭，我觉得是海鲜的。Chef New， 我觉得是虾吧。到底答案是什么？马上到冰箱里查查看吧。什么？这个是它是干的中餐的 ingredient 还是？对，中餐的。中餐的 ingredient，晒干的蚝食。跟煮呼吸发出来了，是不？哇，idea 了，idea 了，什么？哎呦，idea 了。我有腊肠，一点点可以。然后什么辣椒？黄梨什么？有盐。哇，这是润肠、腊肠。这个芋头嘞 ，shallot 有吗 ？shallot， 觉得有。蒜头要吗？蒜头也要。我看到金蚝的时候啊，我就想说做一道芋头饭配搭一个辣椒，因为我做酱会比较强项啊。哦，看起来很好吃，完美。哇，好。Benson 马上就要挑战你的第一把刀。是的，这一次你的主食材，如果我的记忆还清晰的话，你当时输给 Chef Eric New 也是蚝，是，但是那个时候是生蚝，生蚝，这一次是什么蚝？生晒金蚝。为什么会选择同样是蚝呢？因为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，又是这样。所以你现在用的这个生晒金蚝，对，跟其他的干蚝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哦，其实干蚝有3个等级嘛，有熟晒的，就是他们拿去煮蚝油之后捞上来去晒，然后有生晒，生晒有全干、半干跟风干。哦，就全干是已经晒到像蚝干这样，可是它还没有到蚝干的境界。OK， 然后半干就是这一款就半干。OK，Benson， 你的烹饪时间40分钟 ，Chef New 30分钟，40分钟计时开始。那个时候我记得哈，你的这个生蚝，你有用了这个猪油网。对，这次也有。上一次你用猪油网是因为有点炸不熟。是的 ，Benson 啊，我在慢慢咬的时候发现猪油网不熟啊。这次不炸拿去煎，因为煎一定熟啊。现在你要准备什么？我现在在做一个上汤。OK， 我这里也看到你这边有这个面线是吗？对，面线那个是日本面线，它容易处理，它1分钟就可以煮好了。所以你这个是面线，蚝，也不是，它就是有一点像好事发财这样，又配了一个像瓦米耍这样的感觉。是很浓稠的吗？还是它是有一个酱汁的，比较浓稠一点。哦 ，OK。现在你在汤里面煮的是有放了这个鱼鳔、干贝，然后边酱，然后等一下我要蒸东西。你现在在干嘛？要蒸那个蚝。 OK， 蒸蚝为什么你要加的这些盐、水跟去一点腥？
缺点心不是加一些酒吗？有，接着就来了，这是30年的花雕酒，为什么会选择30年的老酒？它的味道比较浓郁一点，然后它会比较酸，所以它酸的话，它会去那个腻嘛，因为你那个蚝其实挺腻的。OK。好，Chef Neo，来看到这个 Benson 这2个步骤，你觉得他会展现什么样的菜肴？看不出他要做什么。所以现在你是在干嘛呢？我要做一个虾胶，虾胶，虾胶虾滑。所以你这个虾胶要怎么做？就虾，然后剁碎那个麸质、蛋白。哇，冯师傅，你觉得他做这个虾滑的步骤对吗？对啊，先拍后剁是对的，而且拿刀背来剁是正确的。那如果不是拿刀背剁，有什么分别？如果你拿这个刀的正面的话，它就把所有的筋都去掉了嘛，很幼。它刀背的话，还是有拍打到那个焦度、那个粘度会更好、更理想。 OK，you are right。突然间，来，加油！哇 ！All right， 欢迎梁师傅！哎呀！来了！好，你这边你的虾滑就先打虾滑先，加了什么东西？蛋白让它比较滑一点，我不要它这样硬。 OK。梁师傅，你这边在干嘛呢？我现在切这个芋头，煮那个芋头饭，有像讲一半呢，讲一半就叮了。对呀，好 Chef， 哎，敲钟了哦。见招拆招啦。原来 Who's cat 现在不能够讲什么了，现在，因为邦邦卡是已经超乎我们的想象了。有这么严重？有。好，我们现在马上来看一下邦邦卡有什么选项。来 ，A、B、C， 我要选 B， 现在你要选 B 了嘛？我要选 B， 希望有选 C 的机会。是的。好，马上来看一下 B 邦邦卡是什么？哇，谁来了？主持人来煮吗？怎么那么像我啊？哎，马上来看一下 B 邦邦卡是什么？哇，谁来了？主持人来煮吗？怎么那么像我啊？这什么牌？我觉得是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你会想让我帮你？捣乱了。肯定输。这个建议不好，好 ，Kim 你觉得？我觉得是你来煮，但是 chef 跟你讲做什么？这个就完蛋了。我想可能不是叫你做什么嘛，是否是你这个代表什么，然后是用你代表了什么去做什么这样子。好，这个邦邦卡到底是什么呢？邦邦卡，请上菜。哦，来，在这边来了。这里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位天皇巨星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苏志成。苏志成嘛哈，顾名思义，就有3个不一样的东西。第一个苏，你有什么代表性的东西？苏东。苏打饼。如果读谐音的话，一数数。OK，Very good， 跟我名字有关。是苏打饼。哦，这个就是第一个食材。第二个芝，有什么东西？芝士、芝麻，非常正确。芝士是我们冯师傅最爱的蓝纹芝士。Blue cheese， 太棒了这个。第3个橙嘛，陈皮。你猜对了，陈皮。哦，苏打饼、蓝纹芝士还有陈皮这3样食材必须加入到你的这道菜肴里面。我觉得这个邦邦卡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 blue cheese 配搭金蚝合不合适，我也不知道。时间剩下28分19秒 ，Chef 你准备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可以要求一个东西吗？但是你说，我忽然间想要喝一杯水嘞，可以吗？问题不大，来，喝水啊，能够让我平静下来，思考一下下一步要怎么走。一杯水能拖多久呢？好，时间剩下28分19秒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没有？他在那回答你。时间继续跑动。挑战。哇，换菜啊！因为 blue cheese 它的味道随时都能够盖过原本你要煮的那道菜了。对。梁师傅，我本来是要做一个芋头饭的，现在不可以了，现在要换了。陈皮还 OK，那个 cheese 才是够力的。
跟那个不一样。 Chef， 嘿， how's it going？ 现在要炸芋头，然后我想说用那个陈皮跟糖去做一个 candy， 去裹那个芋头，哇糖浆，然后 blue cheese 跟甜的东西是很搭的， ，OK，所以我会拿去捞那个饭，等一下，苏打饼也会 cram 进去。其实，在5分钟以内呢，它可以创出一道菜，还有整个过程跟你讲出来，已经很强了啦。对对对可。是吃的时候就不懂了。对对对这都是 ，idea is there。 idea 是很好的。 OK OK。Benson， 你现在在处理什么？在处理那个竹笙，竹笙。通常怎么处理呢？泡水了之后拿去蒸。在中餐里头冯师傅，这个竹笙会怎么处理？最普通的就是拿来炖汤、菇菌汤啊，特别在做一些素食料理的时候，经常会用竹笙，或甚至是虾滑，就是酿在那个竹笙里面去蒸这样子。它是属于一个比较高级一点的素菜。 OK， 也是很健康的一种食品，是吗？对，没错。哦，哇，good good。Benson， 耶，哇，很香哎，那个酒香。但是你这个蚝它蒸的时候它也不会收缩，没有说到，然后它整个形状也更漂亮、更饱满。那再加上因为你有加了那些酒上去是吗？对，它加了酒，它会吸嘛。收。你这个酒还会再用吗？会再用，拿来做一个酱汁。哦，哇哦。哦，好 ，Chef， 哎，您这边进展的如何？我在做那个陈皮跟那个 OK 糖浆，就慢慢炒。对，你这个想呈现的是让它有点酸甜吗？是 OK， 你有试过这样做吗？没有。哦，直接放进去，直接裹起来。放进去裹了。哇，好脆哦！哎，我都没有吃过这样的煮法。你在3把刀可以吃到很多新料理。对对对。所以你现在加的是咖啡来吗？对，没有，因为它甜它加那个蓝它不会腻吗？ OK， 时间剩下16分钟。Benson， 现在是看一下你怎么包裹你的这个蚝干，加了鱼鳔，对，还有呢？发菜。发菜，就这3样东西。对了，为什么你又选择加入鱼鳔呢？拿来煮汤了之后不加很浪费了。你要怎么把它裹实呢？等一下把它裹在上面一层薄薄的那个生粉就好。 OK， 那再拿去煎。对。 Chef， Yes， 哎，你这个蚝已经下了哦。对我放去一些 shallot 跟它煎一下。所以你这个最后再加这个 mushroom 香菇。时间剩下10分钟了 ，Chef。好 ，Benson， Yes， 听到。你觉得够吗？够。因为你还要做你的酱汁哎。对。你还要再蒸你的虾滑。感觉时间不够用。时间。好，你现在在煎你的猪油网了。你现在要煎多久？煎大概4分钟。 4分钟哦，你的这个面线还没有煮哦。有面线1分钟。师傅5分钟来了。这是我第一次看过白米饭加入蓝纹芝士的，都是我们的第一次，都是第一次，真的。哦，来了。哦，这个乍看之下有点像 risotto 哎，你看有点像。Benson， 你的虾滑肯定熟了吗？熟了。OK， 下面线。所以基本上现在只要煮好你的面线，倒上去，加入汤就搞定了。剩下40秒了。加油！最后15秒。有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恐怖。跟第一次参加的时候一样，就是第1道菜赢了，然后第2道菜就觉得自己信心十足，就忽略了很多细节。到了后半部是乱了，因为时间不够。完成了那个作品之后，我心情好，可是当然还是得看评审能不能够接受那个口味。我们今天终于看到生晒金蚝的另外一种做法，到底味道是怎么样呢？我们请我们的评审试吃了。首先试吃的是 Benson 的这道，请问你这道菜名是什么？陈酒金蚝烩。
先吃蚝卷跟那个虾胶竹笙，然后吃一口面去一下腻，因为那个蚝本身的味道还挺重，竹笙本身里面有那个鲱鱼籽，它会给你一点口感。OK，如果你觉得你口有那个蚝的味道，你可以喝一点那个黄酒，去一下腻。因为这个黄酒比较酸，比较干。是带点酸的，是。它可以去那个油腻的味道，然后它可以平衡蚝的腥味。OK。好，接着下来要试吃的这个完全新的煮法，就是我们 Chef New， 你这道菜名叫什么？我这道菜叫做苏制金蚝饭配陈皮芋头。Chef， 你觉得你对这道菜这么新的煮法，你满意吗？在拿到那个苏制成的时候啊，打乱我的计划，因为我其他的那些酱料全部不可以用。可是刚才我试了那个 cheese 捞饭，再配搭那个生蚝跟菌类，其实味道还 OK， 还 OK 哈。吃了3个步骤。吃了3个步骤。对，待会儿可能给我们解说一下。待会儿。整体来讲都非常的好。但是其中一道一定要胜出，到底会是哪一道呢？待会儿成绩将会揭晓。Benson 可不可以在他跌倒的地方爬起来，夺得他的第1把刀呢？马上来看成绩。对今天的表现还是 OK 的，只是时间拿捏的不好。不会说特别有信心，我只觉得说又创造了一道新的菜。恭喜 Chef New 手刀成功。那到底成绩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我们有请李腾。那其实 Benson 你在一开始准备这道料理的时候，我是很期待，运用了很多很昂贵的食材，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酒的味道很浓，吃完之后还会有一点带苦猪油网煎的过程中可能还不够久，所以那个猪油的香味还没有完全的释放出来，反而是那个油腻感还留在那边，稍微可惜了一点点。然后再就是 Chef New 的这一道，我一闻到你那道炒饭的时候，我想说哇，Blue Cheese 味道这么浓可是吃下去的时候就觉得它跟那个蚝干是不冲突的。然后你又很巧妙的又用那个陈皮去裹那个霜，然后又放在那个芋头上面，它有点带点酸甜，就可以中和掉它原本很重的味道。所以我在这边就觉得说哇，不愧是名厨，相当厉害。谢谢。首先Benson，我看到你做出来呈现的产品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惊吓啦，因为那个卖相不怎么样，就是我送进口里的时候，我觉得它是硬的那个蚝。然后我还以为它是一个比较浓稠的一个汤汁，可是它变成是一个汤水。可能我觉得你的时间拿捏的不是很好，所以没办法做出你想要做的东西。反而是 Chef Eric New 的，我很喜欢 Blue Cheese， 然后想不到他把 Blue Cheese 放在饭里面这么划算的，再加上那个蚝，我还以为我在吃香菇。那拌饭吃，哇，太完美了，100分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Chef Eric New， 我吃了3个步骤嘛。第1个步骤就是你的米饭非常入味，非常顺口，好吃。第2个步骤呢，我就吃看蚝跟那个米饭，它的 Blue Cheese 嘛，不是说很强，搭配的非常好。然后第3呢，我看你做了那个盐跟那个陈皮的那个 caramel， 我就3个捞在一起吃，哇，真的是好像一个甜品。谢谢。那Benson， 你的那个猪网做得不好，然后你要打一个是比较浓的、比较强的字，盖住整个盘还有得救。所以如果你看不对劲你要从那边改了。我太死板，我没有想过，其实我不够时间了，然后去变，经验还是不达标。就是说，再一次创造奇迹的梁大师，现在给你一个五体投地的拜先但是一是苏制成嘛，这3样东西其实不容易发挥的，所以你当时在喝一口水的时候呢，就3个法了。首先你有一个想法，下来就有你的做法，第3是你的吃法，所以非常的棒，2个棒，恭喜。谢谢 Benson， 我觉得你在配搭这个食材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，生蚝再配你那个花椒，配你那个法菜，再配你那个猪网油，这4样东西都是太嫩软性的，再加上你那个虾胶肉没有弹性，而且还带一点绵的，就算你网油碱做得好的话，都会被你的那一个虾滑碱给拖累了。专做一道去掉你那一个虾碱，可能你的发挥更好，时间的拿捏会更好。梁师傅，
给我们 Benson 一些金玉良缘吧。我觉得他真的是很勇气可嘉，而且他在这几年里面也学了很多不同的技巧，再接再厉。好，谢谢你的参与 ，Benson， 谢谢你，谢谢。同时要谢谢我们2位嘉宾评审，钟情谢谢你，谢谢，还有李腾谢谢，谢谢。人生都会有可惜的。这一次在站擂台，给我最大的启发是，只要你很长时间没有去做烹饪，然后在这种高强度的环境下煮菜，其实会很生疏。接下来我会花更多时间重新把厨艺调整，希望还有机会呈现一些好的菜。接下来兄弟姐妹，10把刀靠你们了。